Hello， 大家好。哎呀，这没关啊，这是我昨天直播时候讲解那个示意图放一下前天的有一局有意思的曹毛，非主攻啊，这非主攻的曹毛。这局的话，让你们看看下线如何，搞笑的一局，就纯看热闹，不要看我选的是什么，你就说我老玩曹毛啥的。有的时候你不玩曹毛还真不好赢，这局的话就玩曹毛都不一定赢，因为你有你的队友，你知道吧？总有一些队友，这把能赢是因为敌方也有他的队友。我不理解这一局的话，不能再笑一会儿讲不了了，先冷静下来啊！咱们看一下反贼2号位选他的话，你要抱好风险，因为除你威胁大了，离主攻那么近，好在这个主攻没有啥开局的压制能力啊，当然不排除刷把 AK 来个战斗瑞，对吧？战斗曹瑞，这 AK 秒你也有这种可能。所以说求稳一下，刷一个9杀，目标是为了让自己的放逐进入，至少绝境不用开，放逐至少要有，明白了吧？这把的话有个司马符，想刷 AOE 不一定刷得出来啊。运气不错，这把我还开玩笑说，如果司马符给牌的话，曹睿还真能当战斗睿，也就是曹睿直接有把 AK 的话，直接就可能杀对人，我死的话可能就不行了。咱们说一下这局的问题啊，这没用的武将对吧？这废物武将对吧？两个5和8两个，其实才是个辅助，神国家前期又没啥太大用，对吧？除非上面有什么给补牌，专门补某些牌的话。那这句话你真不能怪鲁智，鲁智可能想配合这个傻子选出来主攻曹睿的这个人，也能理解。看司马符吧，补了这么多牌，看主攻直接不出杀，崩一点血。其实我希望他给我砸2滴血的，既能给我补牌，还能让我增加那个什么，增加那个道心。锁定技啊，很开心啊。不过风险是好消息，果然是开局盲给了，开局盲给了。那也就是说，你把伪宁的局好好的就给放了，近卫曹毛都不带打的，大哥，这是搞什么？近卫曹毛都不打的哈。那这把的话就有2个人啊，咱们先说一些理论上的问题啊，就是说有人说你为什么在觉得这个肯定咱们封他的技能，或者说不让他动。有人在问我为啥不打曹睿，我不理解他为啥要封曹睿。然后当时有人说，你要封那个啥曹睿的话，这个时候下的桃和闪啊，因为你不一定能出来，你这连那个啥杀得中，只要看破不是看破，他只要盘香的话，你能杀都杀不中，对不对？不过运气不错啊，他真盘香出来张火攻啊，也就是说我可以火攻自己，说不定能打到放逐，能达到放逐的话，就能把鲁智限制住。这个时候刚刚是粉丝就说你为啥不放逐那个曹睿，让他技能失效，让后面人打他？你为什么会相信你的队友？这是我不理解的。你的队友说不定像这些傻子都是你队友，那些残血的，包括甚至鲁智都有可能是你队友，是我骗牌的，对吧？都有可能的。这些是人的忠臣。那你这个东西的话，如果你要是开出，先不说能不能开出来大招，开出来大招的话，这2个人是必死的，因为司马符可以随意的加伤这2个人，对吧？随意的加伤，人能杀2刀的这个东西，你必须要限制他看起来像中，必须要限制他，不能让他出来杀2刀，明白了吧？看能火攻中自己吧。这么相信鲁智吗？不想活了呀？火攻一下，给咱们自己加个伤，谢谢你啊！我是真没想过火攻，我准备就有个放逐，结果他给我加伤，拨了一堆牌，然后司马符是好人，直接让我开绝境。开绝境的风险是有的，开绝境其实风险就在于4和6都已经死了，你唯一的希望看能打到不？咱们可以决斗打一下，顺手顺一下他的手牌，然后这时候开个大招啊，还顺，相当于还不如先开大招再顺。排序还是有一些问题，决斗之后给主攻加伤，这是个好事啊。他不知道现在绝境之后场上没桃，如果后面真的随便有一刀砍中的话，兴衰可能都不一定救得活他啊。但是即使救活他，咱们这3血也能扛得住啊。这个时候2滴血的曹睿，兴衰还没掉，技能的话不要费他的技能，因为他不管费不费技能，他能出2刀杀，毕竟有个名剑。刚才看他的手牌是啥样的，看见了吧？让他只使用锦囊，禁止他出2张杀。因为出2张杀有加上司马符的加伤的话，很有可能星皇中也活不下去，知道吧？这些人都可能要死，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只能搏一搏了。这就是现在至尊场啊！你现在基本上2号位就结束这局游戏了，主攻砍什么将也就结束这个游戏了，剩下就看运气了。所以以前至尊场看几轮，现在至尊场看几号位能活到。然后这个时候的话直接杀了一刀那个谁，杀了一刀他。咱也不知道为啥一个反贼的司马符给曹睿送那么多牌啊，咱也不知道为啥，奇怪的人对吧？咱也不懂。看一下啊，如果这是反贼的话，那这个呢？那这个说不定还真也是反贼，有没有这种可能？那就有意思了。看戏啊，乐不思蜀出来了，
出来之后，因为只让你使用锦囊，你只能使用锦囊。开了这个 OE 直接出一张杀啊！咱们要早知道那会儿有火攻的话，其实可以不下他的桃子和闪，但是当时那个情况下只能下桃子和闪，一定要知道，不要去马后炮说你应该去直接开大招，红牌的全下了闪和桃子，然后你下他的攻击牌多好了，对不对？很多有这样人，一个装备一个距离都没有，对吧？但是咱们攻城了，现在就是黄忠了。黄忠现在9杀一下他，看能不能，或者说如果不9杀他，那就因为身份已经齐了，就9杀徐胜嘛，对不对？如看黄忠啊，结果黄忠这一个方天计划，咱也不知道为啥啊，这干啥的不知道，反正人家只要限制你一下，这都有盘香衣的，盘香衣的话都可以减1滴血啊。当时我说了，这个是当时你们刚刚看见，就是再说一下，这兴衰回来了，没问题，2滴血小问题，杀了一个已经必死的人无所谓啊。注意这里面，这是我要说的，这你还要相信队友吗？正常来说身份都已经齐了，对不对？你需要顺走这个乐徐胜，但凡因为徐胜刚才司马符送的牌太多，很有可能有距离一刀把我秒掉，打进翻面你都赢不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于你要顺走这个乐徐胜，因为徐胜很有可能有拆顺，还把这个乐纯拆走。你只要顺走这个乐入徐胜的话，这把就是稳赢的局。因为我曹睿这点牌是打不死3滴血的我的，就下回合的话就是游戏结束之时。这就是我的队友，是有喜欢相信队友吗？大家不知道是什么人，大将军就了解了。然后我以为已经输掉，因为这个人打稀烂，我以为已经输掉。看古定刀9火杀，游戏结束，对不对？他即使有几个盾的话，下回合司马符也能把它收掉，对吧？因为司马符很明显是又是一个内奸跳反，对吧？很有可能。你没看到他一开始跳中，后来又跳反，这时候又没有那啥，没有干什么事儿。我当时愣了一瞬间，古定刀不砍我是什么意思？是谁能告诉我古定刀他为啥不砍我？是不喜欢吗？但凡砍中我的话，是不是就已经赢了呀？光一个黄忠还真不一定打得死曹睿，这2滴血的曹睿。咱们看看，果然是选徐胜的人，这完全不理解。这徐胜这可能是时间长了，不知道啥情况。然后还火攻他，大哥你不知道这把谁威胁大吗？打新黄忠，谢谢你打新黄忠啊！古定刀本来打我3滴，他要不爬上盘香的话，3滴血吧。古定刀直接就能把我打翻面，打不死也能打翻面吧。这时候啊，直接下他牌啊，然后这时候直接锁他的技能，别让他干扰你啊，别让他干扰你减伤，然后直接9杀，游戏结束。这就是你一波3折，一开始你觉得你输了，对吧？2个反贼被打掉。所以说限制住鲁智了，要输了。一开始，然后最可怕的是这个忠臣跳反了，内奸不知道在干啥。然后是黄忠不懂得顺这个乐，他可能觉得给主公顺乐，他不知道谁威胁大，他不知道。这一局的话，当时我看完之后一波3折，我说现在的环境是真的恶心啊。